当我探索到原来我有想要结束生命的念头，其实是源自原生家庭，其实是源自于过去的经验，那我就会去思考，那为什么原生家庭会这样？然后开始对这些心理上的人性产生大量的好奇，我做的反应不是定义我自己，反而是我去学习。欢迎大家来到地球玩家会客室，我是疗愈师月月，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来宾 Perry。Hello， 大家好，我是 Perry。Perry 是我们在一场活动深入认识的。对，我们家宝贝妮娜牵起了我们两个的缘分，因为她发现我们两个有一些共同的特质，就是特别的爱玩。她说：“你好爱玩，你好爱玩，我觉得可以把你们搞在一起玩玩，一起玩。”对，没错。然后 Perry 他是新版上的共同创办人，新版上这个品牌呢，其实我觉得跟地球玩家理念很像，我们要如何把那些看似冲突的事情带进疗愈呢？带着善念去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基本上它其实结合了很多艺术创作、疗愈、时尚，甚至是不同的产业，然后去支持更多人把这一些我们都共同核心有的一个对于这个世界很多的感受力，透过不同的形式创作出来，而 Perry 就是那个角色去让这件事情发生的人。所以今天你设定的主题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不赚钱的事情为什么值得。刚丢给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一件事情，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我这3年的内心的一个状态。对，因为其实在做这件事情是一件超级无敌不容易的事情。对，要支撑一个场域，它其实还需要很多人的协作。没错，所以你的协作能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强。就爱玩。我觉得爱玩这件事情会让在协作过程当中的困难看起来都也是玩乐的一部分。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整个很沉浸在那个状态里面。对，你会觉得说可能你办活动发生什么事情，马上解决，然后找这个人互相去那个是我们可能有的特质。我们是享受混乱的人。对，为什么？就可能习惯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你也是一个很喜欢带人，然后很喜欢把这个拉过来，然后一起去做这些事情。那我以前小时候也这样，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很常当班长。对，我也是，对不对？所以你以前也是当班长，所以班长就要做很多事情嘛。对，就做班上的牛马嘛。对啊，乐在其中。对，那就觉得做班长，然后服务，然后可以站在台上，觉得还蛮不错的。所以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慢慢积累，就你有这个使命，你要做这个地球玩家。那我要做这样子好玩的事情，把不相干的人都在一起，然后最后我们相遇了。对啊，这个相遇好酷。那时候妮娜就把我们凑成一个饭局，那个时候妮娜就跟我讲说 Perry 是一个解读星盘很厉害的人，因为他是古典占星学出身的嘛。然后我就把我的星盘给 Perry 看，然后 Perry 就讲了非常非常多。好像一切都说得通，为何我今天会走到这里的原因的配置非常的好玩。对，其实你的星盘本身有这样的配置，我觉得其实跟你原生家庭成长环境，还有包括你那个月亮在4宫有关系。对，那还有你的水星也是掌管9宫的嘛。那9宫其实跟道德啊、跟理想啊、跟宗教、跟心理学、灵性有关系。所以9宫的水星飞到了5宫来，那5宫就是玩乐、创意嘛、投资。所以你投资在玩乐、创意这一块，所以你会把9宫的事情变化得很好玩，真的。对，你把宗教结合灵性，你把疗愈融合到生活，很好玩。对，结合音乐。那因为这个水星也掌管你的12宫，隐藏默默你也在这边对，在这一个算是一种文化的推动。我觉得就是默默的推手。对，灵性这一块其实你是有缘分的，但是你是用一种很有趣、很好玩、很娱乐的方式去完成这件事情。真的耶。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你好像臣服了一切，接受了一切，然后说不定你可以
用你的星盘的实验去跟人家分享。我的配置也不是像大家讲的这么完美，但是当我不知道的时候，我用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去实验的时候，我觉得我活出另外一个很全然、很自在的人生。这个其实就是你厉害的地方。是对啊，那你是怎么感觉到你做这件事情是舒服，或者你是不是因为我听你在台上讲说你16岁就开始创业了，对不对？没错，你走很多不寻常的路。对啊，就是那个年纪不会有人去想象的。对，所以是什么样子的一个 sign 还是对让你去做这个？我也是很好奇。就是因为我们在看星盘看那么久，然后遇到这个已经在这个年纪，然后跳脱出这个星盘的框架，活出自己最贴近的样子。哦，这个也可以分享吗？我在16岁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我那个时候好像我国小4年级就离开家里了嘛，所以我就是一个独生长大，所以小时候社会化的很早。我觉得这个早社会化有让我认清，在我还没有受很多伤的时候就认清事实了。好像是因为这样，我国小4年级我就住在补习班，因为我家人希望给我更好的教育，可是我们家在山上做生意，所以他不希望我回山上念书，他希望我在都市。反正因缘际会有一个补习班的夫妻，他就愿意1、2、3楼是补习班，4楼给我们打通铺住，然后5楼是他们的住家，所以我们就从小我就必须得跟亲戚或者是不认识的邻居的孩子们一起相处，然后年龄层很大，像我姐大我表姐到8岁，然后其他人都是大我5岁、6岁这种。对，所以你必须认清这一些状况，对当下的现实面的人。对，就比如说，虽然我们是亲戚，可是他还是会想要排外。所以类似这种感受，小时候很敏感就可以感觉到，然后我就会去思考为什么要这样。然后那蛮对应你的星盘的这个火星3宫，就是因为3宫代表你早期的学习嘛，对，火星，所以其实你应该是学习中后段的学生，早期不是那种成绩超优异的，完全不是，对，可能会有一些阻碍，或者是有一些中断的这个感觉，对，所以才迫使你，其实你去做这些转变。你的月亮其实又是在4宫，其实你跟家的连结很深，很深啊，我都想归根了。对啊，但是因为这个月亮又是10宫主，所以其实跟你的事业有关系。你是不是先疗愈你自己才去做这件事情的？绝对是，我是因为经历了什么叫做忧郁跟想要离开结束生命这件事情。对，当你有这个念头出现的时候，它虽然只是个念头，它不是很深的，我真的想要就是对自己怎么样，可是当这个念头出现的时候，你会吓到，可是同样的时间你就会问说为什么我有这个念头，然后我就才开始去探索这些情绪这些感受反应的源头是如何。对，然后当我探索到原来我有想要结束生命的念头其实是源自于原生家庭，其实是源自于我过去的经验，那我就会去思考那为什么原生家庭会这样，然后开始对这些心理上的人性产生大量的好奇。我做的反应不是定义我自己，反而是我去学习。我好好奇心理学哦，那我去学看。对，然后我好好奇这些佛法，对，就是好像生命都有它自己运行的法则，我看见了，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去学。对，然后学就在疗愈自己了。对，我觉得那个明白就是疗愈，然后你承认，然后你臣服。当我臣服于现况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乐观积极的状态。对，然后这个乐观积极会自然的影响跟感染别人，我才开始相信自己是有影响力的。对，那个路径是长这个样子，我觉得很棒耶，而且你很早就有这样子的恩典跟福报，你就是去转变这个。我觉得是我比较老，我才接触，就是我才体验到，不然的话，其实过去16年我都在一个世俗的定义跟框架。就简单来讲，就是打工人啊。是啦，对，我当了16年的，服务于社会嘛。对，就是16年专注在一个工作，但是也因为16年专注在一个工作，没有换跑道，也让我去了解到更深层的，就是我应该要去做一些什么样的转变。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至于你来讲，我比较晚熟，就在这个灵性的道路上，我是。家人给到我一个 sign，让我知道说，我妈妈离癌之后，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就是我好像要回家的感觉。对，所以对你来说，其实就是
家人给了你这样子的冲击之后，让你开始看见自己的根在哪里，然后那个根从自己身上长。对，很清楚，因为这16年其实我在世俗的定义下是一个很稳定，你有不错的薪水、年终，有不错的地位，有很稳定的工作，就这16年来都是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但是当这些所谓世俗的成功在我的这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都不是什么了。对，就当你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就是对我妈妈对我来讲，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爱这件事情的时候，在这件事情在爱之前，其实都是很轻的。是，没事，那个分量真的是经历了很多东西，然后增加，所以我才会慢慢一直在思索，然后借由星盘，借由流年，我去看，好，我应该要做一些大家会吓到的事情。你那时候起心动念是吓到，没有，就是应该是说你想做转变，我要做转变，但是其实大家吓到，他觉得说，因为我这个牺牲的代价很大。你那时候做了什么呀？我做的就是我离职嘛，我提离职，对，我7月提的离职，然后公司的人觉得哇，我觉得你应该会做到退休，会领一大笔丰厚的钱，怎么样的？但是你这样很可惜，对。但是我就会觉得这个其实一点都不可惜，但是事实证明，其实我的决定是对的。对，你从什么时候发现的？我从我妈妈离开那个时候。对，我是23年离职的嘛，对，那我回来陪了妈妈1年多，然后妈妈后来离世之后，我就觉得哇，好险我当初很勇敢的做了这个决定。因为外界很多声音嘛，就是哇，年薪这么好 ，bonus 这么好 ，package 这么好，公司这么稳定，你干嘛要做这个决定？对啊，你待着不好吗？但是我回头过来这件事情印证了，我假如没有看到我妈妈最后一刻的话，我觉得再多的钱都换不回来。我觉得那个很深的遗憾反而会变成一生的深渊呢。对啊，你会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对，可是它永远是个洞。但我回想起来的时候，我妈妈离开的时候，我陪在她身边。对，然后我觉得一切都好像很圆满。那我也觉得她没有离开，只是换成另外一种形式。但这个也是当你去承认跟当你去接纳他的离开的时候，那个圆满感才出现吧。对，毕竟其实离开他这么久，应该也错过了不少事情。对啊，但只是在最重要的这一刻你没有错过。对，那个圆满感最后把你促成了什么样子？应该就是我整理一些他的东西的时候，因为其实他离开，这就要讲到今天你约我，今天刚好就是2年前他离开的那一天，所以你丢那个稿子给我的时候，我在梳理的时候，我就想到哇，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安排？对耶，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然后我是不是要跟你聊，然后要分享，要去讲到什么一些事情？因为是你勾起了我，你开启了我去梳理这些事情。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就是一个时间点到了，你已经明白它背后的道理，所以你已经时间到去梳理它了。对，就是刚好2年整，我去梳理它。所以在他离开的那半年，其实我蛮低潮的啦，真的蛮低潮了。虽然说我们还是有我跟我 partner 还是有在做活动，还是有在上台演讲，然后还是有做一些团建，但是我就觉得蛮空的。就那个时候半年在 run 的时候，我觉得我到底在做什么？就是我觉得可能我还没走出来。那直到我就有一天在整理他的东西的时候，然后他以前很喜欢听张雨生的《大海》，然后我就好吧，你播播看。我听完整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大哭，我反而觉得好像我应该要振作，应该要再去把我自己重拾回来。但这半年让你在里面是你在运作什么？这半年我在运作什么？其实蛮空的，就是有在运作，因为你毕竟创了业嘛。对，回到台湾，该接的活还是要接。对，该接的活还是要接，然后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那有些时候，谁邀请你过去，还是要准备。但是就会觉得，我到底
在做什么，在忙什么。对，感觉我觉得这就跟我过去那个时候我在经历19岁的，我会把它称之为我真正开始把自己打通醒来前的灵魂暗夜，也是我知道我这里空空的，可是我不知道我在干嘛，可是我就开始自动驾驶模式，算了，自动导航，对，宇宙给我什么我就给我什么，我遇到的人然后好接纳，因为我也没有拒绝的动力，我也没有接纳的动力，对，就是在一个不上不下的状态之下，不拒绝但也不主动的状态，然后顺着我也接触了大海，那时候大海给我很强大的疗愈力量，对，所以我在想你那半年的自动导航模式，那个让你开始醒来的契机，你觉得那个大海这首歌给了你什么样的频率跟情绪，让你觉得我可以起来了？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当然就是它的旋律，然后再来就它的歌词，然后又会想象到说你妈妈每一次出去的时候，妈妈就是她说啊我唱歌不好听啊，但每次放这个她还是会跟着哼，对，然后那种就是有一种疗愈感，对，然后再加上我帮她办了一个音乐会，我们没有告别式，没有任何的什么，就办了一场音乐会，请了大提琴、小提琴，都以前他的学生，然后还有钢琴，然后演奏，对，然后我就自己剪辑影片，就是温馨的，像国外的那种美式的那种音乐分享会，然后邀请一些亲朋好友来。那一首歌的主题曲就是那个 Frank Sinatra， 就是一个爵士乐手叫 My Way，My Way 那首歌。那首歌就很动人，就他就是在讲他怎么做他自己这样的感觉，所以那首歌跟大海这两首是我从他离开之后我就蛮常一直在听，就觉得很疗愈的一个动力。虽然说它不是很像梵文的那种歌或佛经的那种，但是它是对我来讲是有故事的。可是那个时候是你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被疗愈吗？对，当然就其实平常因为我有在做冥想跟呼吸的练习，就这8年我都每天做，所以这也是一个支持我的一个很重要的练习啦。对，当然那时候做的时候是就空空的，或者有时候会想哭，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很飘，所以少了些什么。但当整理完他的东西，听完那首歌，我就自己觉得好像我应该要这件事情是给我勇敢这2个字，那我要去做一些我觉得值得的事情。那个时候对值得对你而言的定义是什么？这个值得就是我觉得可能分成2个层面啦，因为你今天定的那个为什么没赚钱还要做的事情，我觉得很 echo 我这3年创业的心路历程这个就是我内心的一个对，但我会觉得说值得跟赚钱这2件事情我可能会分开来看。对，因为有时候你也不可能说一直做不赚钱的事情，你做了也会累。对，你一直做觉得值得的事情，但不赚钱也会累。对，所以其实这2件事情分开来看，但它有时候又有一些影响。那值得，我觉得应该就是善跟爱吧。就说是什么样子的力量让我去创这个公司，就是我妈妈。那我跟我 partner 也常常在聊，就是心本善这个善字跟爱。就是那个爱就是我觉得值得的动力，然后那个善念是我们的初心，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当你在做这个值得的事，要如何把它跟生存是可以并行的？我觉得这是大家很容易遇到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其实做很多事情都很有善念，跟都有一个理念跟信仰，对。可是真正在执行面对社会的这些现实层面的时候，其实蛮难去平衡的耶。对。那你怎么做到这件事情？这个其实我到现在我也都还在学习。就这3年，其实就自从没有在帮人家打工的时候，就开始要自己生存，自己要靠自己嘛。所以其实我也在摸索，但是我有发现一个很棒的一个能量的循环。因为很多人讲说金钱就是一种能量嘛，对，所以金钱它不会流向一个很匮乏、很缺钱的人，它会流向一个很丰盛的人。所以这个也是我在实验的，就是
是有时候当然做一些活动，你做活动要想要企划，老师要沟通，场地要钱，各方面的，有时候可能会打平，有时候可能还会赔钱。对，但是当那个值得的事情其实发生在不是一个很美的活动很棒的活动，而是在有时候你结束的时候，一个人忽然跟你讲说今天某个环节有一种我被接住的感觉，或者说很谢谢你月月你办的这个2天1夜的，我觉得我很感动，我觉得我有找回我自己，或者是他在远方什么都不讲，但是你就会感觉到他有一些内心的移动，我觉得这些一点都让我觉得很值得。可是你要有看见这些美的心，我觉得很不容易。对，我举个例子，我昨天其实就是也遇到了另外一个品牌方，对，我就在交流他为什么想要做他现在正在做的商品。其实我的问题是想要问他的起心动念跟理念，因为其实商品是死的，可是人是活的，而真正可以让商品活起来的人是那一个创办人。可是如果这个创办人他的起心动念是赚钱，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赚钱的比例跟想要满足自己理念的比例有点失衡的时候，比如说80-20，你就会发现这个商品哪怕做得再好，它都没有光。你是怎么做到让商品有光，哪怕在做的事情它也有很多需要被评估跟平衡的地方？我觉得刚刚你讲到赚钱这件事情啊，我自己很有感，因为我的星盘里面有4颗星在所谓的财帛宫。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吧？听起来那是一件，就是一般人来讲的话，就是哇，这个人很爱赚钱，这个人一定常常在想怎么搞钱、怎么赚钱的事情。对，没错，我过去的上半场就是那20年，我就一直在想赚钱，或者很努力赚钱。或者是那个在上班的时候，有时候 weekend 的时候会去放歌赚钱这样子。但是那个是我自己在体现，人生上半场那4颗星在运作，就是你驱使你要赚钱，但是。我自己的定义是因为我觉得我对于星盘赚钱这件事情我蛮有话语权的，因为我有4颗星。但是呢，后来我自己经过了一些人生的体悟之后，我发现其实就像你刚刚讲的比例的问题。对，我慢慢把财帛这一件事情变成定义成物质的财富跟心灵的财富。我喜欢这个分类。所以其实有些人常常讲说啊，你财帛宫那么多星，一定怎样一定怎样。但是我觉得对，我确实真的，我火星大运那几年我真的一直蹭，我一直在赚钱，真的就在赚钱。对，然后好多对，但是我会觉得说，当老天爷造物主给你一些 sign 的时候，你要回归到你自己这边。对，就是是不是你内心的这个富足，这个财帛要慢慢堆叠，要慢慢积累。所以我就是被这样子，然后就慢慢平衡。所以我比以前更感受得到那种时间很自由的感觉。因为以前上班时间比较长嘛。也是因为你开始认知到财富它不单单是钞票。对，财富其实财富它在能量上面的本质叫做丰盛嘛。对，那丰盛它的频率其实是当一个人可以感受得到内在喜悦跟内在平静，还有他在做的事情都会回馈于这片土地的时候。对，因为丰盛的人是很敢给予的。对，那这个给予哪怕是你给予人给予土地，因为他知道他感恩他今天所拥有的一切也是他们给我的。对，所以看得懂这一个循环概念的人，也就是说敢花钱，敢给予，可是又敢接受，是一个非常需要强大安全感跟底气的能力。我非常能够接受你说的这个。没错，因为当一个人很有安全感，他知道自己的底气在哪里的时候，他从来不会害怕失去。所以当你没有失去的恐惧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给予是在流失自己的能量。可是要怎么有边界感的给予，他也回到一个东西叫做同时要爱自己。对，当你能够有底气又爱自己又有边界感的时候呢，你就会形成一个丰盛的频率。而这个丰盛的频率，上天它会让你的这个容器变得非常的大。所以它会给予你很多丰盛的能量。可是它为什么要给予你？因为它又要你回馈这个社会。所以其实真正丰盛的人最终都是走到他愿意回馈跟给予这个社会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得到，反而我一直在付出的同时，我也又收获了好多，而且物质上是同步的。
对，我觉得这个能量的流动，这个真的很有感觉，但是也是要我们去做了。我们有感受到这个，才能够现在在这边讲这种事情。对，有时候我跟别人讲，他说啊，赚钱比较重要啦，那可能也许他还没有感触到这一点。对。但是你现在在讲这个观念的时候，其实就是我这几年很 touch 到的事情。一直想要去，对，因为真正很有钱的人，因为其实所谓的源头，它其实只会给你用得到的钱。对啊，所以那些很有钱的人，对。你也会发现他钱花得很快，对，他会留不住钱，因为那个钱他用不到，只要他用不到，他就会用一种方式让它流出去，不管是买名车、买名表，对，送给其他人，反正他留不住在自己身上。对，所以大家对于钱有一个有趣的误会，其中一点来自于好像我应该要存款的数字很多，对，但其实是当你存款数字很多，你也感觉到踏实的时候，这个才是真正安定的有钱人。对，所以你会发现真正很有钱的人，他其实是归于平凡的。对啊，真的。他为什么会归于平凡，就是因为他也知道这些东西都只是外在的。那当他能够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反而他的钱更多了。对啊，那他的钱就可以做更多事，比如说台积电基金会，对，他其实帮助很多年，鸿海集团的基金会帮助很多人创业。对。然后把这些钱用在很多很多回馈于这个社会的事情上面。所以我们也会发现所有的企业，当他开始有想要帮助别人的心的时候，他的企业会越来越旺，越来越旺。对，那个初心我觉得很重要。没错，也是因为你看懂了这件事情啊。对，就是那个像人家讲能量守恒定律，我就很相信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人家讲说，你花10块钱买这杯饮料，然后喝下去之后排出来，其实那个10块钱的能量没有消失，对，它一直在循环。对，那我们在做很多的，不管是公益活动，或者是不赚钱的活动，或者是分享活动也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循环。对，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就是我有时候会跟我 partner 讲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能量的。那你觉得你这阵子做过最有意义的一个活动是什么？我觉得最近去年做过几场啦，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跟我一个好朋友，他种树。对，就是在那山那谷种树，我觉得很不错。那个是很有能量，一天种200棵。那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心的，对啊，他号召很多人，然后也很有心，每年种，连续种了11年。那另外一个是我把大家，把艺术家，把疗愈师，把老师，把设计学院的老师，一群人，而且是各个国籍的，汇聚在华山。对，去年10月22号、23号2天。那时候办了什么？那个时候办了一场结合疗愈、结合艺术、结合 AI 影像、结合时尚跟潮流的一个，算是一场论坛聚会。所以当时我在提案的时候，华山的总监就我看不太懂这个是什么东西，但是感觉还不错，应该是很好玩。那我那时候就心里有一个念头，哇，因为你看不懂，所以表示没有人办过这样子的事情。对，因为只要你看得懂的话，可能就是它是一个疗愈市集，它是一个艺术论坛，它是一个摄影的什么展演。但是我把它汇集在一起的时候，8个不同的组织的时候，别人说这个到底在干什么？但我那时候也自己常常怀疑我自己，因为很多人讲嘛，他说你又不售票，然后你又拉了这些赞助，然后你又邀请国外的一些那个艺术家来，然后又邀请老师，你到底想呈现什么？那我觉得我看完你上个礼拜的活动，我更有连结，就是我们都在创造一个人与人连结的场域。对，我们在创造这个场域，没错。对，所以我就在想说，其实我在创业的时候，其实还蛮符合现在的天象，冥王星进水瓶，其实我们都在做水瓶座的事情。是创新连结，共荣共好，对不对？大家要一起。对，过去在摩羯的这一种权威或者旧时代的这种旧制度、旧秩序，已经都慢慢大家看清楚了嘛？对，没错。所以现在新时代的水瓶世代的，他要我们看到什么？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
我们要相信我们是跑得比较快的，我们真的跑得特快，对，我们跑得比较快，那可能别人看不懂没有关系，就是你也给我坚定的力量，对，我也给你安稳的感觉，我们互相，因为我们要一起共创一个不同的场域，你在这边发生这个事情，在这边发生这个事情，但是都是大家一起，对，所以我去年做这个，你问我有意义，我觉得对我来讲很有意义，可能很多人看不懂啦，对，但是有来的人会觉得很有趣。对，你觉得我们是看见了这个社会上什么样子的议题，所以我们想做这件事？社会上什么事情？我觉得应该是现在的人都讲求效率嘛，对，讲求速度要快。那现在的人其实工作很快，很有效率，对，很会滑手机，很会经营自媒体，很会包装自己，但是他们很多时候都内心比较空，很多焦虑的人都出来了，没错没错。所以当我身边很多周围，因为很多朋友都生小孩了，对，那发现他们有一些是过动，有些迟缓，有些时候我就觉得哇，怎么现在科技发达，反而出现的这些状况的变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社会给到我的感觉，所以我更应该要去做一些别人没有尝试过的事情，就像你现在做的这个事情一样，所以我们的那个连结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大家串联在一起，而不是回去我要去做时尚的事情，我要去做这些事情。你觉得跟你的星盘有关系吗？是有非常关系的。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星盘，因为在我眼里你真的也是活出你的天赋的人，虽然好像很莫名其妙，前面在赚钱，然后后面突然在做一些一直在回馈于这个社会的事情，然后走两个极端值，可是能够走在这个极端值上的人是很勇敢，而且可以走得这么顺利的人，通常都是因为你走在你的天赋跟使命道路上。那你顺利不敢说啦，就是我可能还在实验，对，但至少我觉得勇敢这件事情我有跨出一步。对啊，对，就是我的星盘其实配置我上升是处女座，所以其实我在某个程度上我还蛮处女的。对，我是处女是极度洁癖，对，就是很多事情就很鸟摸啊，闽南话讲鸟摸，就很细节，然后很抠细节，然后有一种强迫症，就是我会，因为我以前做鞋子的，所以我家里以前我有200多双鞋子，所以我天哪，对，所以我每一双鞋子基本上都是干净的。对，这就是我的洁癖。你的鸟摸，对，鸟摸，我每一双鞋子都是很干净的。然后我的配置为什么会做这个？应该是我的月亮吧。因为刚刚我们前面有讲月亮，我的月亮刚好是我的星盘的发光体，它在我生命历程里面，这个月亮就是我的妈妈啊。对，那月亮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然后再加上我的配置，其实就代表宗教，代表灵性，代表这个道德感，代表心理学的这个宫位的公主星，它飞到了12宫，那12宫就是一种隐藏、隐秘的感觉，跟善事啊，跟公益有关系所以它飞到那边去。对我来讲，我会有一种就是想要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服务的起心动念。对，那当然还有就是它可能跟火星有90度，所以种种的这种配置啊，那有点深，我想说可能大家会听不太懂，所以就是因为星盘的配置，对，所以我看清楚之后，我想去做一些挑战跟实验，去把它挖出来说，是不是就是这样的真相？我去做这些事情，星盘的实践者，我会比较舒服。对，那当然就是经历过一些人生的一些重大事情，我发现它指引了我方向。对。因为我们频道的听众，其实他们会有对于自己做改变这件事情是很恐惧的。可是有趣的事情是我们生在一个很幸运的时代，无论我们可以透过星盘、人类图或者是各种工具，其实就可以认识自己的原厂设定。对。可是认识到自己的原厂设定，跟活出这个状态，甚至是改写这个状态，它非常需要大量的勇敢，然后去看见自己的黑暗跟光明面。所以我觉得你也是活出了一个状态，是我们可以看见了之后，然后我不断的去挑战看看我的星盘。我要么就 follow 这个规则试试看。那 follow 这个规则之后，你的喜欢不喜欢身体会告诉你嘛？那如果你不喜欢，那我们就走改写这个状态看看。对。可是你是怎么可以这么臣服于自己的声音？就去做吧，就去用吧。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像你看很多书，你接触很多这个方面的事情。那我也同样，其实我也看，因为我爸爸本身是牧师啊，所以我在学这个占星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大的一个冲突。对，但我有跟他讲过一句话，我说其实我们在修，其实就是修这个灵性，就是那个香蕉的心啊。对，香蕉的心，对，香蕉的心长什么样子？对，香蕉的肉，中间那个肉，我们吃的那个白肉。那宗教就是皮，道教、佛教、藏传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对，这些是皮，所以我们其实都在修这个灵性，这个心，是能把它分成很多宗教，对，所以其实宗教都是叫人家向善嘛，对，所以其实我没有受洗。我没有受洗，但是我很相信每一个宗教的理念，都是好的，对，所以其实我接触了这个，你刚刚讲，我反而想到一句话，就佛教讲的，就是一切都有定数嘛，对不对？但是也一切都有变数，对，所以这就是命运，命是定的，运是可以去做实验。去改写或者是去选择，对，所以这个是我去参透了这个事情之后，做了很多的实验，我发现这个越堆叠给我安全感。当然现在还在实验的道路上。我觉得你有讲到的重点，实验的过程会给你安全感。对，我们人大部分的恐惧是来自于未知，对，而那个未知会让我们活在想象甚至是幻想里，因为它没被发生过，所以我只能去预设它的可能模样。对，可是这个可能模样因为内在永远不会有个答案，而让自己产生极大的矛盾感。对，而那个矛盾感就是停滞你人生很复杂的能量在你身上，可是要怎么去化解这个能量的重点就是行动。对啊，就你要有动，你才有办法去看见，对，去知道它到底至于自己而已。所以我觉得现在也许我们的阶段，我自己也觉得我的阶段是在尝试犯错的阶段。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有一个理念，可是这个理念中途一定它需要不同的经验去堆叠，而犯错就是那个经验。对，我犯够多错，我就知道最终我要如何用更稳定的心念，因为我觉得犯错它在训练的是你的心对，它反而不是让事情变得完美。对，犯错会让你学会接纳。对，那当你学会接纳的时候，哪怕再有更大的错来，你都不会动摇你的心。对，而当不动摇的时候，你做每一件事情，其实最终的结果都会是顺的。因为没有什么事情真的是错的事。对。我今天还在跟我朋友聊这件事情，他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办活动？”我觉得跟你应该一样。那我就想一下，对啊，为什么这么喜欢办活动？我发现唯有一个具体的场域，对，它被创造，对，它就会开始有一些不同的游戏规则、角色配置。对，所以当我创造这个场域，就必须要有人当领导者，对，当 follower， 然后好当队服、当学员、当什么？因为你只有场域可以支持不同人在这个同一个维度里面发生事情，而发生了你的灵魂在这个维度里面是在行动。而行动的这个过程才会有回应，这才是真实的学到跟学习。所以我觉得你会很喜欢办活动，我看见你把人群聚集起来的时候，是因为你看见不同人在不同的角色位置发光，你很有成就感。对，这个就是你那时候第一天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后台嘛，然后你就讲说，这个场域可能你会遇到虫虫，会遇到什么，但是你是安全的什么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会让很多在下面的人听到会很有感觉。对，确实它就是这样子嘛，它就存在啊。不好意思，山里就是有虫你怎么可以拒绝这件事呢？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引导，就是你先立大家，然后大家整个过程，虽然我是在外面去看，我觉得每一个人他都是很享受那个当下，对，每一个当下都是独立存在的，对。然后有点像是这个场域支持每一个人的当下它存在，比如说这个场域它支持到了50个人，对，那这50个人又会如何接纳这个支持，去散播更多的爱呢？对，它那个种子是无限大的，对啊。然后我才发现，我为什么会问你说，你看见这个台湾也好，或者说这个世界的什么议题让你想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是因为看见了这个世界其实缺少很多允许
犯错的机会。对，所以我想要创造一个场域是允许大家犯错的。可是同时我要告诉你说你很安全，因为我护着这个场域。对。可是在这个场域我不会跟你说你不会犯错，反正我要你犯错。对。而当我允许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叫做台湾人的不安全感。哦，对。对，因为我从小到大其实最感觉到人际关系最不舒服的事情是对方想太多。我觉得好累哦。会哦。我说你为什么要想这么多？因为他很不安。对啊，或是有一种投射心理。对，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说，好，我想要做身心灵，我想要把身心灵不单单是身心灵，跟很多艺术创作合作，就是因为我想要让这个场域是很多元可能性的。对，然后在这里丢出你的不安。对，因为不熟悉嘛，就像是身心灵灵性圈的人，其实对于音乐圈是不同圈子的人。对。好，时尚圈对于艺术圈可能又是某种不同维度的东西，可是我们把它全部叠在一起呢？对，它美好发生，可是复杂性会发生，所以可能很灵性的人进到很时尚圈子会不安。对，可是反而又打开他的某些东西。然后我要告诉你说这是疗愈。对，你很安全。对。然后他又觉得好，那我要跟这个不安相处。我就发现到说，当这个人开始被疗愈的时候，复杂性减少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没那么多纷争。对，这是我后来我才去明白我想做活动的原因。很棒啊，我觉得这个起心动念是一个很宝贵的。我觉得就是这个初心。那你觉得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我起心动念跟你蛮接近的。因为我一开始其实办活动是我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办活动，就我每个礼拜，对，我每个礼拜就很少在上课。对，以前那个服装系的老师就说：“小白啊，我以前叫小白，对，现在比较黑。”然后他就说：“小白啊，你是来学校上班还是上课的？”我也被讲过一样的话，我永远记得这句话。然后我说上课啊，因为我在交作业，当然要讲上课，但其实很像上班。对，我每个礼拜四办音乐无罪，就是我以前很疯狂，每个礼拜四办乐团的表演。对，每个礼拜一定要坚持一场，请一个乐团。对。半个小时表演完，所以很多大大小小以前早期20几年前，所有的乐团都被我请过，比如说海洋音乐季的乐团啊，很有名的都被我请过。对，我那个时候就是开始办活动，然后办活动办到我去大陆工作那16年也在办活动。就是我会当一些秀场的 DJ 啊，或者 opening 啊，或者是那个台青会、台商会都找我办活动，我又在那边办活动，重操旧业。所以一路上就一直就是跟活动好像结缘了。我觉得那个感觉是一种成就感。但现在办活动就回归到我们扣到刚刚那句话，那个前面的那个感觉，那个初心又不一样。对。那你会用一句话去说你的初心，因为你觉得那句话会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说，就是我想要把善留下来，想要把爱留下来。我们在创造着是一个人与人之间接触的场域。就像你想要把艺术结合，把潮流结合，把时尚结合。对，我们都在不同的区块。但总有一天我们的磁场对了，大家就会凝聚在一起，找到一个共鸣。对，找到一个共鸣，去相同的在这个场域发生了一个美好的事情。那你觉得这些看似很冲突的元素合在一起创造出来的共鸣是什么？其实一开始真的蛮冲突的。对，但是当我把大家结合在一起，因为你要跟很多不同的人沟通嘛。艺术圈的不了解疗愈在干什么，对，疗愈圈的觉得你找这个这么时尚的人过来干什么，在干嘛？对，但是当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这种善念，我们的这种能量跟时间去跟他交流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把所有不同的频率串接在一起。然后当他法国艺术家跟台湾的音乐制作人做了一场半个小时的演出，完了之后大家觉得原来可以这样做。原来 AI 影像加上这个故事性可以跟台湾原创的电子音乐结合。但是我那个时候的画面是我觉得可以很美好，但大家看完之后就觉得原来可以这样子。那我觉得那就是很棒的感觉。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会打开很多人对生命的想象力跟可能性。对，就很像是
我们都活在一个非常多框架的社会底下嘛，比如说生存框架就是一个极大的框架，好学校、好工作、好的人际关系，你必须要好的经济条件，这些都是框架。可是很多人会觉得框架与框架之间它是没办法共融的，比如说你可以很疗愈，可是你又很爱玩，对，然后或者是说会冲突的感觉，对，这个冲突感其实会让人觉得不安定，因为我好像只能有一种身份。可是我觉得你在做的事情就是把不同身份的人都允许它存在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告诉这整个集体意识，本来所有东西它都会合一，总有一天。对，所有的感官、所有的情绪，哪怕是开心、快乐这种冲突感的情绪，它都可以合一，它都可以同时发生。当扒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做的很多事情的起心动念跟意义吧。对，就是大家都是一体的，所以你在这个场域，大家就是大家就是一起。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创造一个很有趣的，就像你说灵魂游乐场一样。我那时候看到这几个字，我觉得好有趣哦。然后地球玩家，我觉得找到一个真的可以玩的，对，没错，就是一起玩，一起灵修，一起去共同在这个方面这个道路成长的伙伴。对，你知道我那时候会想要邀请你上节目，也是因为毕竟你是做占星出身的，就是做占星出身，你大量去研究天体运算啊，或者是说人的生命结构等等的，有时候在过度研究的过程当中会过度漂浮，就是过度的去解释，对，过度去解释也好，或是过度的去体验那些感官能力的这些东西。可是我在你身上，我可以看见你并没有执着在这件事上，你就是看见了OK 那有什么事情可以玩呢？你就是真的是也是用玩家的那种视角在看待你这个角色。所以你过去经历的，你把妈妈带给你的震荡淬炼成，如果它是你人生当中必要发生的事情，那它是在创造什么更大的能量呢？善念。然后你把这个善用出来跟活出来，然后你开始用更高的视角去看待自己生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就是享受，就是玩乐，没有别的了，因为你只是个角色，对，势必就是会发生。就像你也知道啊，你的星盘在那一年就是会发生很多事，对，它如果是注定的，我要么就是深陷其中，执着于我是不是其实可以改变什么，到它就是会发生，我接纳。那我可以如何活出它在这个东西背后更大的意义？对，所以你会怎么样子去推荐我们的听众，让自己用玩乐的心态展开他的生命呢？玩乐心态应该就是多元发展啦。对，因为虽然刚刚你讲占星，但是我其实同时也接触了其他的，对，音乐，然后艺术疗愈，占星是其中一块，然后还有包括身心灵这一块。呼吸觉察、瑜伽，甚至还有太极，对，我也在打太极，所以这些都是工具。所以当我接触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去做一个，因为现在人很需要慢下来嘛，对，所以有时候就是你也会常常觉察，我有时候也是静心冥想，去休息一下，我觉得再去运用一些这些技术。你会活得比较自在一点啦。对，因为当初我学占星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说，占星其实不是让你去预测未来，而是让你帮助你活得更像你自己。对，我那时候觉得好深奥哦。对，就是了解星辰，然后从星辰回到星辰的这种概念，我就慢慢因为创业了，然后结合了这些，然后人生体悟。我慢慢懂了，还在这个路上。对，你觉得那个懂了是我懂了，如果生命它就是这样子的运作，那我要如何享受我的这个生命的那个懂了，对不？对，我觉得就是大家常讲的那个当下嘛，就是很多人讲说，时间不存在，过去、未来、现在同时发生嘛，对，所以其实当下就是全部。所以其实我现在在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就是专注，就是专注在聊天，专注在吃饭，专注起床20分钟，不要先拿手机，除了把手机闹钟按掉之外，就是慢慢的让身体就是醒来，刷牙，然后开始弄早餐，先做拜日式，唤醒之后再工作。
但很多人可能就一忙就会忘记这个就是我生活的小小的仪式感。这个仪式好棒哦。因为刻意专注它其实是会训练我们的神经元的。对啊。然后当你的神经元能够感受到其实当我今天起床的一天是安定的淡然的，你就会带着这个振动频率面对你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没错，好事坏事大事小事都是。所以那份安定的频率在你的场域在你的气场里面的时候，也会让我们更容易去觉察到内心的声音，而那个内心的声音其实就是所谓的源头最高版本的自己引导你走的路其实都在这里。所以我相信你一定也是听到了内心很多很多的声音，才让你慢慢去觉得我要去为这个社会付出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吧。对，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有关于你付出之后很大的回馈？首先先讲很多的 challenge 对，就是做活动也好，做公益活动，做讲座，做商品，很多人都会有很多问号。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无法理解无法理解。对。那我后来想到一个观念，就是就像种树嘛，你先种这个苗，它不会下个礼拜就长大成树这么大，不会耶，真的不会。它是需要慢慢经历人的反馈、能量的流动，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很多的事情，它会慢慢堆叠成你想要的样子。但是当很多人用世俗的眼光跟角度去质问你的时候，你可能有时候真的会停下脚步，会怀疑自己，会真的会怀疑自己，会。但是我的训练就是，我会回到我的初心，靠冥想，所谓的禅定，去觉察我到底做这件事情，我有没有跑偏？对，问心中是否现在在做的事情是喜悦的？对，是喜悦的，那感受是丰盛的。因为我一直在练习，就是内在富足。首先就是我先降低欲望，这个是我自己的练习，因为以前在那圈子没办法降低欲望所有东西都钱可以解决的。对，都是要堆叠，你身上的衣服、手上的表、所有的行头，都是需要这样子。但是当你没有这个 position 之后，你回归到你自己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去活出你自己真实的那个版本？所以我就先降低我的欲望，很多的欲望会降低。也是因为你知道那其实不是你的，你是为了符合这个环境，所以必须得做的。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蛮慌的啦。说实在话，那个时候蛮慌的，就会觉得哇，以前买得起很贵的东西，但现在没有那么多钱了，该怎么办？那我应该要赚更多的钱。但是当我降低欲望的时候，我把它生活变得更简单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也不需要这么多的，不需要这么多的钱。对。那你的内心富足的时候，你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很自在。对，它真的是回归于真实，因为接下来的水瓶时代真的就是很考验你的真实性。对，因为像如果以卦象来讲的话，所有东西都是共识的。我们现在在走的卦象其实就是离卦，对，它的卦象是旁边为实，中间为虚的，所以那个虚的东西是什么？内在的东西。所以当你外在的东西都有，比如说我们在台湾很幸运，你基本上每个人都有房子住。可是有房子住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重点，重点是那这个房子里面是漂亮的吗？你喜欢住在这吗？还是只是有个房子？对，发现有个房子已经没办法满足我们了，而是我住在这里的时候可以感到安定的，可以感觉到自在的。我看到我家里的摆设是漂亮的，所以自然而然我会被这个美的东西共振，而那个内在的东西是我们现在要开始去 deco 的。去装进去。可是那个内在的美，每个人的定义都不同，所以它更需要大量的探索。对。然后可是那个探索不再是从生存的意图去探索，比如说我喜不喜欢这个工作，我喜不喜欢这个人，今天老板对我讲了什么话，同事对我讲了什么话，不是，而是我在他对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什么？对，我的反应是什么？我的频率是什么？这才是内在的东西。当我们去看见的时候，它才不会空虚。对，这就是接下来这20年会去走的运。对啊，所以我们其实真的有一个觉察的这种感知力，我觉得
很棒啊，就是很感恩。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我们在做的很多的事情，其实可能一般人看不太懂，真的，但是我会很有耐心的去解释说啊，其实未来真的以前是土世代嘛，现在是风世代嘛。土世代以前就是跟房子、跟结构、跟房产有关系嘛，没错没错。现在就是你讲的离卦、九子离火运的概念，其实现在要准备开始，对，只是我们在前面一批，我们要带领更多的人去感受这个。是辛苦的，对啊，辛苦就好好玩哦。而且我觉得在那个辛苦过程当中，可以遇到像有共鸣的人，你会特别珍惜。对啊，就是那个辛苦会放大这个共鸣感。我真的很开心可以遇到新本善这个品牌，才能够让我给我滋养，说我在做的事情是对的。对，支持。对啊，而且你是我的蓝，你是我蓝猴。对啊，蓝猴。所以这个真的很有趣，我觉得很快速的就宇宙要安排这样子的那个，好，你们去聊。对。这是我那天就是从妮娜家回来之后，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这样，然后你就中间就去尼泊尔。对，然后我跟妮娜在聊，对，然后就活动了嘛。对，然后那天聊一聊，我觉得这个好像。也不能说那么伟大的使命感，但是就觉得这一件事情好像要坚持，对，要继续往前做。对。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新本善之后有什么样子的活动？活动的部分就大家多多关照咯，大家互相去交流。但是活动，我觉得可能我们会在年底的时候，也是11月啦，对，会办一个也是共创、共好、共荣、跨域的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我也希望说，月的场域、我们的场域，还有其他的艺术圈的场域，我们可以一起汇集起来，没错，做一些更有能量的事情。没错，就前天办完灵魂游乐场，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在讨论说，也许这些东西聚集更多人的力量，跟聚集更大的善念，其实我们能够支持到的可能性，人也好，环境也好，甚至是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的议题也好，它都可以有一个很深的转变跟转换。因为现在就是走在一个不要去害怕冲突跟改变发生的时期。对，如果我们愿意去迎接这一份很强大的力的话，那我们愿意做更多的事。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有不同样的合作，所以不知道这集上的时候我们在干嘛，但我们应该会有很多应该有很多 ongoing 的事情正在发生，然后也很需要聆听到这集节目的听众们，如果你对于我们的想法跟理念是有共鸣的话呢，欢迎加入我们。我们都会在我们的资讯栏底下留下我们两个品牌的官网，你可以好好的去阅读我们的理念。如果你有感觉的话呢，我们未来会有非常多可以跟你一起玩的事情发生。没错，没错。那你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吗？有分享我觉得应该就是回归到你内心的自己啦。那当然就是还是很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些灵性的练习，是冥想。对，我觉得这个很不错，或者是瑜伽，或者是太极，这都是对身体有帮助的。完全是。对，而且它帮助的原理，其实我在很多的 podcast 有不同的集数都有分享过，所以如果你是有缘分听到这一集，不妨可以去找你喜欢的那几集看集数，然后去听听看，会解开很多你对生命的疑惑。因为能量这个东西它看似是虚的，可是你会发现你也是能量本身，哪怕你不了解这个领域，你所有的感觉它背后其实都有它的原因，只是你有没有去探索过而已。而当你有那一个好奇心去探索，我这些情绪是哪里来的，我这些感觉是如何要调整频率，我可以如何去改写这些生命的剧本，你就会是一个超级无敌玩家。没错，你就会掌控所有的一切。所以就是人家讲说，当你能量改变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善缘就会比较多。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调频能量，大家都是在这个路上练习很棒的一个。对啊，而且你刚刚也跟大家分享很多你调频的方式，是我相信真的开始跟着每一步去练习，生命是会有很多转化的。我自己也是从一个很简单的
哦，原来我有这些情绪耶，那我开始探讨情绪的源头是什么，就如此简单的自我探索的过程，才让我去发现原来很多东西跟我想的根本不一样。当我用局限的思维去思考生命的时候，就是我当钱只是个数字的时候，它钱真的只是个数字，但如果钱是一种丰盛的能量呢，你就会发现你把它当朋友对待的时候，它会带更多好朋友来。没错，所以我现在都是我钱包就有好朋友嘛，然后我每次花钱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说去带更多朋友回来玩吧我现在放你出去玩，然后他就会觉得跟月月相处好好玩哦，他现在放我出去玩，那我要带更多的朋友来月月的家，月月家好好玩，对，然后他就会给我更多的钱。对，所以你应该是早上会自己跟自己讲话了。我每天都在跟自己讲话，这个也是很好照镜子的时候啊，然后或者是准备要出门的时候，都会给自己一个自我暗示，说我今天出门的状态是如何，然后就会展现那样的气场。很棒，就是很好玩，生命真的好好玩。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么多的活动？而且想要越办越大，整合更多元的资源跟机会，还有人才，就是因为聆听这些东西它是很无趣的，可是你唯有走出这一个家中，走出你的社群，对，然后真的进入了这个活动，去感受到人真实的互动，它才是真正可以改变你生命最具体的能场。所以也希望我们未来在办的各种活动，大家都可以出来玩，真的就出门玩，我觉得好好玩哦。对啊，上周很好玩对，我都觉得跟我玩好好玩哦。对啊，很热闹。真的很热闹，而且能看见他们一点一滴的在敞开。对，下次就整个包下来了。有啊，想这么做，所以扩大，慢慢扩大，我们就看我们能做到什么样的事情。对，先一步一步来。我们灵魂游乐场还有澳洲版，好棒哦！我们把一个私人庄园也包下来了。对，然后那里很多精灵，然后带大家去探索。对啊，好开心哦！大家赶快出来玩，跟月月一起玩。对啊，月月好好玩哦。没错，所以谢谢 Perry 今天来分享，谢谢月月，谢谢团队。我们之后再来聊更多，因为其实 Perry 他自己本身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去透过他的生命经验就可以知道他会非常多东西，他有很多东西可以聊。对啊，所以之后就可以再多交流。如果在聆听这期节目的听众，我们之后都可以保持着善念善心的去看待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也许你体验生命的视角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没错。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了，大家下期见，大家拜拜，谢谢，拜拜。我们来录个开头。我们刚刚没录开头。对，我刚刚就因为我刚刚想说，是开始了吗？然后两台好像在那边，好像就开始了。因为我们发现，其实录开头你会有个角色。对，我发现好像是，我们就想要自在，就是自在最好。因为这才是最真实的样子啊！真的。好，那我要开头咯。好，变紧张了嘞。你看，所以就说不喜欢开头。Hello， 所有地球玩家们，淼淼学院在今年上半年的所有课程都即将进入到尾声。那现在呢，我们人在新加坡，即将要前往澳洲。在6月6号、7号，我们在新加坡有办了一场金钱丰盛灵气。结束过后呢，我们就会去澳洲，这次分别去4个城市：墨尔本、雪梨、布里斯本跟黄金海岸。那我们在6月12、13号在墨尔本办了一个与高连结的2阶工作坊，在6月10号的时候，跟澳洲职场人的社团一起合作办了一个线上的免费论坛。在这个论坛里面，我们会去探讨在澳洲的生活，同时我们要如何慢慢找回自己的节奏。我们在6月14、15号在澳洲的一个私人庄园办了2天1夜的灵魂游乐场澳洲版。在这一次会以生命重启为主轴，我们会在这个庄园里面带大家做非常多的神经系统重塑、呼吸练习、音疗，甚至是瑜伽，让大家可以在这个紧凑的生活当中找到自己，带你们去重新看见要如何把那份安定带回自己的日常。那我们这次蛮多主要课程都在雪梨的，我们会在6月18、19号办7脉轮初阶跟8到12脉轮进阶的课程。6月20、21也会在雪梨办2天的金钱丰盛灵气课程。然后我们在6月26号礼拜五的晚上，特地在布里斯本的河畔的餐厅预定了一个位置，我们可以在这个聚会当中很轻松的去聊彼此的生活，聊彼此的日常，聊彼此的内在觉察。希望这个聚会可以把大家聚在一起，放下所有的身份跟标签，找到一群跟你灵魂有共鸣。也许你们都在各自的生活中，那我们这次就聚在一起，去看看彼此生命有没有更多样的可能性。然后最重要的是呢，我们在6月27、28在黄金海岸的一个庄园里面办了一个2天1夜的女性力量 retreat。这个女性力量，我会带大家去开始探索自己的阴性力量，透过瑜伽的方式，透过音疗
聊的方式，然后透过设计不同的身体艺术结合的模式，让大家在这里2天1夜好好的去看回自己，并且找回自己内在的阴阳平衡。那除了这些上半年的课程呢，我们下半年的课程也慢慢出来了呀。我们在8月的学士大山的旅修，我们特别帮大家争取到了更多的名额，所以现在的官网上其实都还有更多的名额可以上去报名。那我们在9月的时候呢，也帮大家争取到更多的颂钵旅修的名额了。我们会带大家去尼泊尔颂钵的发源地，打开一场声音的7日旅修。我们接下来下半年的课程也都出来了，并且即将上架到官网。我们在9月底的时候会开一场西藏的旅行团，我们在11月的时候会办不同的课程，而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会在11月办巨大版的灵魂游乐场3天的灵性艺术季。我们在这里会结合沉浸式的体验、艺术家的展览、声音、音乐，还有不同大大小小的工作坊跟市集聚集在这里，让大家来一场灵魂的盛宴。然后12月的时候，12月初会带大家去清迈，12月底的时候会带大家去巴厘岛跨年。那这些资讯呢，都会即将上传到官网，你们可以随时锁定官方 LINE。那如果你是海外的朋友的话，我们也有 WhatsApp 的联络管道可以联络到我们。那所有的地球玩家们，我们就下半年见咯，或者是澳洲见，大家拜拜。